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奇道，我是阿亮。今天将会为大家介绍一盘历史有名的棋局——原爆之局。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尾声，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不敌美军，节节败退，最终被迫退守日本本土。美国为了终止战争，在1945年8月6日以及9日向日本广岛、长崎两地投放原子弹。日本随后也在8月15日投降盟军，象征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然而，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遭受人类最大杀伤力武器袭击的广岛，当时有这么一群人，可谓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知道广岛有危险的情况下，依然有兴致前往广岛进行一场围棋比赛——本因坊战。在介绍棋局内容之前，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本因坊战的背景故事。在日本江户时代，江户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破格授予围棋棋手俸禄，因此便有了世界上第一批的职业棋手。随后更衍生了所谓的围棋四大家，本因坊家正是其中之一。本因坊家由日本历史第一位名人，也就是当时的天下第一人本因坊算沙创办，为四大家中历史最悠久、实力也最强的一家。在1912年初代本因坊算沙开始，直到1938年末代本因坊秀哉为止，一共传承了21世，时长326年。在末代本因坊秀哉退位后，他把本因坊这个头衔交给了日本棋院。日本棋院为了让本因坊头衔继续传承下去，便联合每日新闻、大和证券创办了本因坊战，一直举办至今。而本因坊战的胜者则可以取一个本因坊的称号。第一届本因坊战的夺冠大热门自然是当时的两位天才棋手吴清源和木谷实，然而最终却由一个叫做关山利益七段的人爆冷取胜。刚才提到本因坊战的胜者可以取一个本因坊的称号，而关山利益的称号是本因坊立先。另外，当年也有一位师从赖月陷落、实力强劲的棋手，他便是日本第二大围棋组织关西棋院的创办者桥本宇太郎六段。4年后，桥本宇太郎一路过关斩将，终于进入了本因坊挑战赛。但是下到第二局时，本因坊立先关山利一忽然病倒，后来更因病弃权。当时关山利一有一位弟子叫做尾原武雄，他希望为自己的师父争取病情好转之后再战，但此事后来也不了了之了。桥本宇太郎便不战而胜，成为了第二期本因坊，称号为本因坊昭裕。1945年是第三届本因坊战的举办年份，这次轮到桥本宇太郎接受岩本勋的挑战。这个岩本勋除了是一名围棋棋手以外，他也是一个围棋推广者。他一度到巴西做咖啡生意，后来将主要精力投放至海外的围棋普及之上。他自己出现在巴西的圣保罗、美国的纽约和西雅图、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都建立了围棋中心。而智利和阿根廷的围棋协会在网上举办了岩本勋杯赛。另外，岩本勋的基金在西雅图制造的日本棋院围棋中心的墙是用瓷砖以这集的主题原爆之局的棋谱作为装饰的。介绍完第三届本因坊战的两位对局者后，就让我们回到1945年。当时位于东京的日本棋院早已经被炸成废墟，棋界元老赖月现作便把两人疏散至自己的家乡，也就是遥远的广岛对局。然而当时即便是广岛也已经被列为危险地区，于是当时的广岛警察局局长青木重臣强烈反对棋局在广岛进行。但是棋手们都有自己的想法，毅然决然选择在广岛进行对局。第一局两人在7月23日至25日在广岛市中心的广岛棋院院长藤井顺一家中举行。对局的前一天，警察局局长青木重臣再次强调，在广岛市市内对局会有危险。他对棋谱记录员三轮方郎武段命令说，警察有权在对局进行之前打电话命令对局终止。但担当观察员的赖月先作八段则告诉三轮方郎武段说，假如你在对局当天接听电话，就必须离开围棋界。可见棋手们对于围棋的热情以及执着，即使有生命危险了，也要继续下棋，争取本因坊头衔。但是这个警察局局长青木所言不虚，棋局进行至一半的时候，楼顶突然被美军的机枪扫射，天花板被打得作响，但两位穿着着和服的对局者仍然保持振作，不为所动。最后此局由桥本宇太郎武获胜。
此后，青木忠诚、岩进两人继续在广岛市中心对局，转移到广岛较为安全的郊区五日市对局。这局在8月4日至6日举行，但是就在8月6日的上午8点15分，桥本宇太郎刚刚下出第105手虎口之后，美军的原子弹就投掷到了广岛市中心，就连远在几公里之外的对局者也受到了波及。如果想知道当时的情况以及对局的详细讲解，请密切关注下个礼拜的原爆之局下半部分影片。我们下期再见，拜拜。